今天给大家唠唠简雍啊，这个武将牛逼了，传说中的桃园第4人啊。我对简雍这个人印象非常深刻。咱玩像《三国志》啊、《全战三国》、《三国群英传》这些三国策略游戏，你玩那个诸侯讨董的剧本，选刘备势力出生之后，刘备麾下除了关羽和张飞外，还有一个文官，那就是简雍。就刘备势力啊，出生必有简雍。当然有朋友说还可能有田豫，田豫都不一定，简雍是必有的。刘关张简绑死了，简雍和关张一样，在刘备心里面都是过命的兄弟。简雍这个人虽然说没有太大的本事，但他对刘备的忠诚度在蜀汉集团里面都是数1数2的，一生都至死不渝的跟随刘备，无论是落魄还是辉煌。刘备入蜀后就把简雍安排到大后方当官，简雍官当的就很不错，很受百姓爱戴，带领民众开掘盐池，很多民众都因为盐池的开发保证了自己家庭的生存，所以他们为了感谢简雍，就把盐池命名为赖简池。简雍死后就被葬在他当官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后来就被蜀地人称为简州，也就是现在的简阳。上千年来，无论简州如何更名啊，为了纪念简雍，这个简字始终都在。当然咱说简雍没有太大本事啊，只能说他没有很强的硬本事，软本事还是有的。咱从三国杀的这个技能就能看出来，他很会说话啊，巧睡，他能把人说得很舒服。这个舒服不是说简雍他就硬舔你，拍你的马屁，他是能做到既把你说舒服，又能把自己的观点、自己的意识含蓄委婉地传达给你，让你接纳，那这就很厉害。简雍为人呢也是很大大咧咧，不拘小节，纵事嘛我就躺平，秉承的就是一个中庸之道。咱们看简雍的技能，其实简雍一直都是一将成名2013里面存在感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武将。当年咱都说将3的武将强超模，那我觉得简雍算是里面比较平衡、比较像正常人的武将了。3月脆皮就巧睡这么一个主动的拼点技，另外一个技能也是用来给巧睡锦上添花的。就这个将确实不强啊，强度甚至可以说很糟糕。我们看巧睡出牌阶段开始时，你可以与一名角色拼点，若你赢，本回合你使用的下一张牌可以多选或少选一个目标，若你没赢，本回合你不能使用锦囊牌。当年咱光说拼点无弱将，但是简雍的拼点它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无力感。首先它需要在出牌阶段开始时去拼，那这个时机就很不舒服。拼赢了收益是可以的，但是拼输了，本回合不能使用锦囊牌，一手锦囊就烂在手里留着过年了。跟国战启灵啊双刃这个技能拼点拼不过，直接跳过出牌阶段一个问题，收益不高，风险倒是挺大，而且他这个拼赢之后获得的正面 buff 用起来也不是很舒服。本回合使用的下一张牌什么意思呢？你只有上来出的第1张牌才能多选或少选一个目标，多选一个目标，无中双开，杀双杀，逃双吃，顺手双顺，确实很厉害，但是也没有那么厉害啊！你还要考虑排序，你像喝酒再双杀，他就做不到；先打铁锁再双杀，他也还是做不到啊！玩的就很扭捏，总感觉被束缚着。当然这点还好，最关键的就是他简雍拼点拼赢之后，他要没武器没距离，他还是杀不到人，他该顺不到可能还是顺不到人，因为他出的牌本身还是要限制距离的，只有多选的目标，少选的目标才不限距离，那你这一点就不如泰尔茨。那说到少选目标啊，简雍的少选目标这个能力基本上就纯白给，你拼半天点，你就是为了自己放南蛮万剑少选个目标吗？这不是给人笑话吗？少选目标还是要像董允舍宴那种可以在别人放 AOE 的时候直接把人摘出去啊，那这是很牛逼的，见招拆招，灵活应变嘛。你要给个前提，自己去减少目标，那就不是很厉害了。再来说纵视啊，这个技能很关键，要没纵视这个技能，简雍就更没人玩了。你拼点赢，你可以获得其中点数小的牌，拼输了可以收回你拼点的牌。反正简雍去拼点，他本身怎么着都不算亏，就硬耗你1张牌，我这边就没什么损失。有时候你手上就剩1张桃啊，剩1张关键牌，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你这个关键牌给拼过来，对，偶尔还能实现抢牌的效果啊。有一说一，巧睡加纵视这一波连招打出来还是很帅的，收益也有。但是呢，我觉得简雍这一套操作的收益，在3血脆皮没有防御技能的这些武将里面算比较低的。在10年前老环境里面可以说得过去，可现在的环境，你像鲁肃这样的3血脆皮收益这么高的武将都不太好上场了，更别说简雍了。你3血脆皮起码要达到王朗、王司徒
这个级别的能力才能上场。那说到王司徒，就不得不说到简雍的说客形象了。简雍在一定程度上，他是三国杀说客第一人呐。简雍的设计也是后续很多说客武将设计的模板。为什么像王司徒、秦密、孙乾这样的经典说客角色都要给他设计一个拼点技呢？因为拼点就是三国杀里面最具有互动性的设计。文臣之间当面争辩游说这种即时的互动博弈该怎么设计呢？那运用拼点机制，我觉得就是展现这种博弈的最优解。但是说回来，简雍这个武将本身设计的不算好，设计师本意是想把它设计成一个还算灵活的拼点将，但是在实战中，简雍玩起来比想象的僵硬太多了肯定还需要去优化，需要去界限突破。他底子很好，稍微改动改动就很牛逼。官方也知道这一点，所以他在后面这10年内多次对简雍进行了界限突破的优化设计，每个服都有自己的借简雍，特别是 online 的借简雍改的就很妙。那因为篇幅问题，那借简雍咱就留到下期去讲。OK， 这是将三简雍。君且安坐，听我一言。合则两利，斗则两伤。此等小事，何须挂耳？买卖不成，情义还在。